啊，草莓的红的话，它肯定是，比较正一点啊，比较艳一点，就越艳越可口啊。直到最后，因为我们要强调那个草莓最终还有一个深色调的啊，那个时候再用深色，这个时候先用正红。正红的话，然后可以跟旁边的这个粉色稍微融一下。而这个红这个时候就是在视觉冲击力没有那么强。然后我们画在哪里？可以画在边缘这个位置。另外一支笔准备好啊。底下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小尖形，对吧？揉出来，然后把笔稍微压一下，压一下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就会笔尖的位置深，然后其他的位置的话，就会和你的底色有一个融合的感觉。这样的。然后以点着的方式啊，往下轻轻去划，要不然它可能会把底下的颜色太洗掉太多，露出白色的部分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，另外一支干净的笔去融颜色的时候，一定要水分含量要特别少。哎呀，这个草莓粉实在是好好看呀！这个草莓粉，我之前有没有加进来过？没有加进来，加一下。就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是粉色啊，这个粉色系，这个粉，然后加了正红之后，草莓粉。好，继续啊，把它稍微融合一点来这个效果之后，然后我们会在这个位置着重的啊，就给它来一点点色彩的这种渲染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要一会儿去给它那个草莓紫做铺垫，因为那个地方画草莓紫的时候都是要有一个阴影在的啊。对吧？这种效果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再可以颜色再红一点啊，这个时候再加红就不能是正红了，就得再加这个红了啊，一点点，还是加入到这种颜色当中去啊。肯定是以这个颜色为主的，然后加入到刚才粉色当中去，就是让它颜色稍微能弱化一点。边缘这里再加重，但是面积一层比一层要小。有稍微一点点加多了啊。另外一个干净的笔洗一下啊。它会很自然的有一个融合的效果啊，所以的话不用担心。那我们在边缘的地方的话呢，它也不能完全是一个肤色，对不对？好像这个草莓没熟一样。那我们可以啊，稍微用我们最后这个很红的颜色去勾一下边，勾一下边，给它强调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用干净的笔啊，把水吸干净，水分吸走，然后边缘的位置去给它轻轻的点开，然后给它这样点染的方式。
还是这个红啊，这个是最后的了，其实它颜色要更深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着重的啊，一般其实都是草莓尖儿这个位置，然后草莓根部这个位置，再画两笔。然后的话啊，这个时候你看它会更立体了啊，就是强调一下它，然后再把它这个刚才我们画出那个带窝的地方啊，用笔的尖啊，稍微去戳两下，不用画啊，戳的方式你就能把这个线条给它带进去。戳的方式，这样，稍微点一下。然后它的整个那个葡萄去了，草莓的这个籽的排列方式不会很规律啊，不会是特别规则的那种，所以一定不要排站啊。这样一个效果，千万别用黑色啊，就这个红就已经很能强调它的明暗关系了。然后最终刚才我们说用最开始用什么颜色来着？有一个深褐色，对吧？深褐色来强调一下啊，它的眼睛，以及整个草莓，还有我们的小熊身上的位置，整个沟边轮廓都用它。所以说我再去揉颜色的时候，基本上加入了多少的水量？3/4啊，这样的一个水量。然后的话调的颜色会多一点，比较浓一点，吸进去的颜料也比较多。啊，靠着这样的一个状态下，我们再来勾勒啊。如果说是水分不小心加多了，没关系，稍微去吸两下哈。来勾一下眼睛，在这中间位置。两只眼睛挨得有点近了。因为大家这个时候怕掌握不好，画错了，需要改的时候可能会把别的地方颜色擦掉、洗掉的话，可以隔离一层磨砂封层啊。水分稍微多一点点。这样吧。OK， 画叶子啊，先，刚才把叶子拉下来。叶子的颜色的话啊，我们不要直接去用这种深色，对吧？颜色还是比较浓，我们整个是很可爱的效果。绿色调的话，也要再次拿出这个卡纸啊，去选一个马卡龙色调的绿色。那这种绿的话，肯定不能是青绿，对吧？我们要找出颜色偏绿一点的啊，后面这几排的这种颜色都可以，这样去加啊，都可以。这种的话，我们会是加这个啊，马卡龙的绿怎么调？加肤色。少量肤色，这个绿可以啊。然后的话呢，假如说我想让它的颜色偏暖，加什么？加黄，对吧？点两下啊，加一下就行。少量的啊，戳两下。
后它里面应该有重色，对吧？其实就是把这个颜色再调回来，这个深色嘛。笔尖再碰一点点刚才那个深绿，最开始我们调的时候的那个。OK， 好，可以隔一下磨砂封层啊。好的，好，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颜色啊。这个颜色这一次可以不用那么浓啊，可以看到我又往里面加水呢，是吧？颜色给它洗的淡一点啊，淡一点，水分少一点，让它颜色变浅，明度变低，也不是变高啊。然后我们去给它勾勒一下整个小熊的轮廓啊。勾勒这个轮廓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啊，一定不要整个圈死，全圈一遍不要啊。我们要留点边缘出来，做出那种小毛茸茸的质感。那比如说在它脸蛋的这个位置上，先去勾一下，勾一下之后呢，用笔尖轻轻扫2下，3下，这样的效果。然后耳朵，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吧？然后着重的啊，你就看到颜色特别深的位置的时候，你用另外一支笔给它揉干净，因为毕竟我们底下的这个颜色已经被磨砂封层包裹住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你洗颜色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，就是会把底下的颜色影响到啊。我们再勾勒一下。很轻很轻的去下笔哈。就是它这个感觉，就是一旦你就是颜色变得特别重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整个画面就会有一点脏啊，整个小熊就没有那么可爱了。所以我们时刻注意，一旦颜色变得特别重的时候，就把它洗一下。底下这个位置。不用都圈上哈，着重的地方这样走2笔。然后整个草莓上面也是，也要洗的淡一点，因为它的这个颜料随着它一边干啊，它的颜色会变得比刚才要深，所以说还是时刻要往里面稍微加一点点水的。
再去蘸一下白色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水彩的白，它的颜色的覆盖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用水彩的白色去作为这个高光；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彩绘胶的白色啊，就是它这个草莓紫的这个位置一定要点几下。好 ，OK， 然后旁边的位置呢，我们整个背景色，哎，就是可以给它一个环境色，可以去加一点点之前的这个用过的紫色啊。紫色的话，我们在加入氛围的时候的话呢，可以是这样蹭上到边缘的位置，让它就是有一个环境的渲染的感觉啊。时刻用另外一支干净的笔，可以给它揉开，注意颜色不要让它跑到小熊当中去。下笔用一下这个粉色。完事之后的话，我们整个水彩的部分就到这里啊，然后去给它抛一下。边缘的粉尘扫一下，然后用底胶去包。然后照灯。好，然后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啊，可以看一下，如果它的那个草莓的这个点点，想让它再亮丽一点的话，这个时候可以用白色的彩绘胶再点两下啊，让它提高一下这个高光的亮度。这样的一个效果啊，它会更显得有立体感。好，整个这个小熊的脸颊、毛毛这个位置也是啊，但这个步骤不是非加不可啊。如果你觉得它想要增强一点小立体感的话，可以稍微加一点，让它更有亮点。这个浮胶没有擦啊，这样的话它画出来就很丝滑，然后很顺很细，还有点虚啊，这样的线条就可以画出这种感觉啊。我们再继续去照灯。好，照好灯以后的话，我们来给它涂抹外封层。我这个时候选的是磨砂封层啊，
做出一个磨砂的效果。外封层是可以包边的哈，我们去照灯。好，然后我有在这个上面啊，我们再去给它画一个蝴蝶结。蝴蝶结的话，我用到的是可以在封层外面去绘画的纹理胶啊，它做出来的话是那种立体感的一个效果。那画在封层之后的这个的纹理胶的话，那我们这一层磨砂封层一定不能照灯时间太久，它的照灯时间就大概是在10秒以上，30秒以内一个时间就可以啊。然后用纹理胶我们去画出蝴蝶结，先画个中间的点啊，因为纹理胶会是有点微微凸起的这种效果哈。像这种取胶量一定是要有的，然后用笔尖去拖动着这个胶，这样你再画出来的线条才是微微凸起的这种感觉啊。而且不用说是给它画的，就是说特别的规整，就是你看我的每个线条，它都是这种有点像有棱角的，也不要让它很圆润啊。线条的粗细的话，也没有说特殊的讲究，稍微随意一点。我们把边缘这下面的飘带给它擦掉了啊，这样会更干净一点，要不然两边的话那块太多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去给它增强一点这个立体感啊，要不然它现在只是一个小边框，对吧？我们纹理胶的话，刚才我有给它取出2堆来，然后这一堆的话呢，咱们去给它往档期中加一点硬式封层。硬式封层又是透明的，而且又是封层类的，哎，有点加多了啊。所以的话呢，它去调和完的这个胶透明度会很不多啊，刚刚好。它会透明度很高，然后同时的话，它俩融合在一起都是免洗的啊，揉出来的效果就是很透明的这种感觉。再加一点啊。
再透一点。哎，到这种效果啊，像牛乳一样那种感觉啊，很透很透的效果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再用细的笔啊，先取它中间这样的颜色，取出来一点。可以加在它周边的这个位置。这样去画，然后偏白一点的位置加在后缘，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融合，像是渐变过渡过去的一个效果。好啊，这半边还是先加偏透一点的这半部分加在这儿，再加偏白一点的这半部分加在这儿。然后它们两个稍微搅和搅和啊，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过来的一个效果。然后边界线的这个位置再勾两笔，这个位置啊，再往下压着笔啊去勾两笔，这样的话它会很自然，就像那个透明，把边界感完全虚化掉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好，我们可以先照一下灯，晃个10秒钟左右。好，然后我们照好灯以后，再到底下的这个位置，还是啊，先去取透的这半边，加在这儿。啊，就是两边这地方都是有用的效果的哈。加了一点点在这里，覆盖住了原本的线条也没有关系啊。这一半边。偏白一点的这个位置点两下。OK 啦，照灯。然后这里笔尖点一点点偏白一点的位置，这里点两笔啊，这样戳进去的方式，点一点进去，然后把笔稍微在这个已经浸湿的啊棉片上点几下，然后用笔尖往过带一带。有点多，就是微微有一点点啊，这个颜色一定要透，一定要就是不要加太多啊。OK， 这个时候一共照灯时间就是2分钟啊，就是彻底完成之后，我们所有的最后的这个步骤才是照灯时间最久最长的时间。那如果说纹理胶的话，我们堆的可能稍微厚一点的话，也可以再多照一会儿。好啦，我们看一下最终完成的效果吧。好，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拜拜。